你是否注意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当你放下期待，毫无议程时，美好的事物反而会轻轻松松地来到你身边。可当你拼了命地想要抓住什么，当你极度渴望一个结果时，那扇门却好像被故意关上一样，无论你怎么用力推，都纹丝不动。这就像你走进一家店，迎面而来一个业绩压力很大的店员，他每一个微笑，每一句话，你都能感觉到背后那个强烈的目的感。他想卖东西给你，那股能量让你浑身不自在，只想赶快找个借口逃离。相反，另一家店里有个店员只是单纯地享受着与你的互动，真心地为你介绍那些让他自己也感到兴奋的好东西。他身上没有那种非要不可的能量，结果呢，你反而更愿意停留，更愿意聆听，甚至最后心甘情愿地买下你真正喜欢的东西。这股目的感，或者我们称之为议程，在能量的层面，它就是一道你亲手筑起来的推开好运的墙。嗨，我是爱妃。我之所以这么确信，是因为这个用力过猛的陷阱，我也曾深陷其中许多年，活得像一个时刻紧绷的战士。今天我想和你分享我如何从那个卡住的状态里一步步走出来，找回生命之流的秘密。因为你要知道，这种想要控制结果的冲动，它远远不只是急功近利这么简单，它其实是一种深植在我们潜意识里的控制机制。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套机制是从童年就习得的生存策略。在那个小小的脆弱的世界里，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只要我得到这个东西，只要我获得这个人的认可，只要我考到这个分数，我就会感到安全。于是我们的小我 ego 就爱上了这种控制感，它透过拼命的抓取、规划、计算，来让自己永远待在熟悉的可预测的领域里。因为这样，他就不用去面对那个让他瑟瑟发抖的、充满变数的未知。所以，我们今天真正要谈的，不是什么表面的吸引力法则技巧，而是要从根源上去解除这个让你的人生不断卡住、不断重播同样剧情的核心程式。而要解除它，我们必须先面对一个可能会颠覆你过往认知的事实。绝大多数人，尤其是走在个人成长道路上的我们，都相信一句话：我创造我的实相。这句话没错，但问题是，我们用来创造的工具是什么？是我们那5%的显意识，是我们的意志力，我们的肯定语，我们的观想板。然而，你人生剧本95%的内容都不是由这个显意识写就的，它是由你的潜意识在自动播放。这就像你的人生是一辆高科技的自动驾驶汽车，你用你那5%的显意识端端正正地坐在驾驶座上，你以为你在开车，但你手里握着的其实只是方向灯的拨杆和雨刷的开关。你每天早上起来对着自己说100遍：我是丰盛的，我是值得被爱的。这就像你拼命地往左边打方向灯，嘴里还大声地喊着：我要去幸福大道，我要去丰盛路。但车子呢，它却一直毫不理会地把你往右边的匮乏街孤单巷里带。你感到挫败、无力，甚至开始怀疑人生，心想：是不是我的意志力不够强？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亲爱的，这跟你的努力一点关系都没有。问题在于，真正设定导航目的地，真正控制着引擎和方向盘的，是那个你甚至从未察觉的占据了95%的自动驾驶系统，你的潜意识。你只是在对着方向灯许愿，却从未想去看看那个自动驾驶系统里到底设定了什么样的程序。
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最核心的一个比喻，请你一定要记住它。你是无法让一株植物生长的，你不能对着一颗种子大喊长大，快点开花，它不会理你的。你能做的只是为它创造最适宜的生长条件，给它松软的土壤、充足的阳光、干净的水分，然后你放手，你臣服。是生命本身，是那个我们称之为道或神性的伟大力量，在推动它发芽、生长，直至绽放。同样的，你无法靠你那5%的意志力去控制实相的发生。你真正的工作不是扮演上帝，而是成为一个智慧的园丁，为你自己创造最佳的内在条件。那问题来了，如果我们的显意识只占了5%，那真正主导我们人生剧本的那95%的潜意识里，到底在上演些什么戏码呢？他在玩一些你甚至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游戏。这些游戏就是你的自动化反应模式，是你的性格面具。比如拯救者游戏，你总是不自觉地被那些需要帮助的受害者吸引，在拯救他人的过程中获得价值感。又或者受害者游戏，你总是觉得全世界都在跟你作对，在自怨自艾中获得某种隐匿的关注。你意识到自己正在玩哪种潜意识游戏吗？是讨好者、拯救者，还是其他？在留言区分享一下吧。你会惊讶地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跟你玩着同样的游戏。今天我想跟你深入地聊一聊其中最普遍也最隐蔽的一种讨好者游戏。请你回想一个场景，一场朋友聚会，或者一次家庭晚餐。你像一只最忙碌的蝴蝶，在人群中穿梭。你敏锐地捕捉到每一个人最细微的情绪变化。A 的杯子空了，你立刻添上。B 和 C 之间气氛有点尴尬，你马上插科虎化解。你确保每个人都被照顾到，每个人都感到开心。整场聚会因为你的张罗而显得其乐融融。在那个当下，你的内心独白是：我真是个好人，我在照顾大家。然后派对结束了，你一个人开车回家，或者独自坐在空无一人的客厅里。那股喧嚣的热闹退去后，一种巨大的莫名的空虚感像潮水一样将你淹没。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股无名火，一股你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愤怒和疲惫。你感到委屈，为什么总是我在付出？为什么没有人真正关心我？亲爱的，这就是讨好者游戏。你看，你在这个游戏里是有潜意识好处的，我们称之为 pay off。 你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你避免了冲突，只要所有人都开心，你就不用面对任何紧张的局面，这让你感到安全。第二，你获得了被需要的感觉。当你是那个唯一能摆平所有人情绪的人时，你就感觉自己是重要的，是有价值的。但你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彻彻底底的自我抛弃。在你忙着去填满别人杯子的时候，你自己的杯子早已经空了。在你忙着去安抚别人情绪的时候，你自己的情绪被你像垃圾一样扫到了地毯下面。所以真相是，你不是在当一个好人，你是在抛弃你自己。你在用你的付出来贿赂别人，换取他们不要离开你，换取他们对你的认可。而你之所以总是不断吸引那些需要你去摆平、不断挑战你底线的人来到你生命中，正是因为你的潜意识他太喜欢也太擅长玩这场牺牲自己照亮他人的游戏了。而那股你回到家后感受到的莫名其妙的愤怒是什么？别怕，亲爱的，那份你一直逃避的愤怒不是你的敌人，
它是你被囚禁的力量在呐喊，它是你那个被你抛弃在门外的真实的自己，它是你的内在小孩用尽全身力气在敲门，他在说：看看我，请看看我，我好生气，我好委屈，我的界限被侵犯了。而你呢？你因为太害怕这股力量，太害怕一旦释放它就会变成一个坏人，所以你假装听不见，你用更多的讨好行为去掩盖那敲门声。疗愈的真正关键不是去压抑这份愤怒，而是勇敢地转过身，打开那扇门，把那个浑身是伤、满脸怒气的内在小孩邀请进来，坐下来陪着他去感受那股你逃避了一辈子的被压抑的感觉。这就是我们身为园丁为自己松土的过程。当我们敢于面对这份被压抑的力量时，另一场更宏大也更隐蔽的游戏才真正浮现，而放下它将带给你前所未有的自由。这就是灵性圈最大的小我陷阱之一，追求值得感的游戏。你做尽了各种努力，上了无数的课程，看了成堆的书，做了数不清的疗愈，你拼命地想要提升自己的频率，变得更好、更纯净、更开悟。这背后藏着一个声音：只要我变得足够好，我就值得被爱，我就值得拥有丰盛。你在向宇宙、向神或者向你自己证明你的价值。但今天我想邀请你看到这个游戏的荒谬处处。值得感本身就是一个由小我发明的概念。一朵玫瑰和一株杂草，哪一个更值得存在？在上帝或宇宙的眼中，它们没有任何区别，它们都只是生命如其所示的展现。是人类的头脑给他们贴上了美丽和无用的标签。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你的呼吸，你的每一次心跳，就是你值得存在于此的全部证明。你不需要去做任何事，去变得值得，你本来就是。所以今天就在此刻，请你允许自己放下这场永无止境的证明游戏。你不必再向任何人，包括你自己，去证明什么了。当你真正放下对值得感的追求时，你会发现那份你苦苦追寻的爱与丰盛从未离开过你。你很好，无论怎样，你都很好。让我们回到最初，真正的转变始于一个深刻的决定。停止玩那5%显意识的控制游戏，停止扮演那个焦虑的上帝，转而与你那95%广阔、深邃、充满智慧的潜意识合作，信任那片充满魔力的未知。你的行动指南非常简单，只有3步。第一，觉察游戏。从今天起，像一个侦探一样好奇地观察自己。当你又忍不住想去讨好谁、控制什么的时候，温柔地对自己说：啊，我看到你了，讨好这游戏又开始了。光是觉察就已经是改变的开始。第二，感受情绪。当那些被压抑的愤怒、悲伤、恐惧浮现时，不要推开它，给自己一个安全的空间，允许它像一股电流一样流过你的身体。记住，那是你力量的源泉，是你的内在小孩在与你对话。第三，成为园丁。在每一个当下，都问自己：此刻我如何能为自己创造更充满爱、更真实、更完整的内在条件？也许是勇敢地说出一个不，也许是给自己5分钟的静心，也许只是简单的深呼吸，然后放手、臣服，并满怀期待地观赏生命将为你绽放的超出你最疯狂想象的奇迹。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所触动，请务必按赞订阅。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这类深度内容的最大动力。
而且你也知道，这类挑战主流观点的内容并不容易存在，建议你先保存下来，以便反复回看。